墨西哥最大的不幸就是距离上帝太远，离美国太近，这是墨西哥民间流传很广的一句话。而墨西哥的悲剧也让不少外国人产生了一个疑问：为什么中国南边也有那么多邻国，但却可以一直保持安宁呢？对此，有外国专家给出了答案：中国之所以可以在边境治理上取得成功，是因为中国打造出了一个别开生面的东南亚。其实，中国的边境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稳定安宁的。例如，在上世纪60、70年代，中国就先后因为邻国的挑衅，展开了2场自卫战争。虽然2战都以中国大获全胜而告终，但这足以说明中国的邻国并没有看起来那样友善。哪怕到了今天，也依然有某些国家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的敌视，就像菲律宾在仁爱礁上上演的坐滩闹剧。但无一例外，这些国家都不敢将与中国的矛盾推上明面。那么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就2个字：实力。国虽大，好战必衰，不善战必亡。一个国家想要真正赢得他国尊重，光凭借经济实力的强大是远远不够的。如果自己的拳头不够硬，把家里建设的再金碧辉煌，也只能成为被别人觊觎的对象。还是以菲律宾为例，从2011年开始，菲律宾在南海相关问题上的态度日益激进。阿基诺政府甚至与美国缔结了所谓的美菲防卫合作协议，以此帮助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合法驻军。后来，在美西方的支持下，一场南海重残爱的闹剧彻底点燃南海局势，中菲双方剑拔弩张，冲突几乎一触即发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想要单纯的依靠谈判来解决问题，几乎很难实现，甚至最终的效果可能会较为发达，但希望谋求更高地区地位的国家，中国就加强对他们的重视，充分在处理地区问题时考虑其感受。而那些与中国存在领土纠纷的国家，如越南、菲律宾，中国就秉持着软硬兼施的态度，控制局势往好的方向发展，保证双边共同合作开发，尽量以协商的方式解决争端。总而言之，很多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不信任，并非来自于自身，或者说中国的行为处事影响，而是某些国家的挑拨离间。毕竟，如今见不得中国过上好日子的大有人在，他们自然是希望中国后院起火的。因此，中国采取外交与经济两手抓的策略，一边降低东南亚对某些国家的经济依赖、安全依赖，一边逐步提高东南亚对中国的信任度，以真诚的合作让东南亚对中国产生亲近感。东南亚是一片饱经风霜的土地，在漫长的历史中，以荷兰、法国为代表的霸权国家都通过殖民的方式，在东南亚地区产生过深刻的影响。
哪怕现在东南亚的各个国家都已经实现了独立，但不可避免的仍然成为大国博弈与竞争的筹码。于此背景之下，正如韩国前总这也是中国对东南亚的3大谋篇布局，同时也是为什么如今中国边境可以安宁的原因所在。其实仔细一想，这3点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不难做到。可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一个东南亚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只有中国才会有那种天下大同的思维。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中国经历过苦难，如今好不容易重新崛起，但我们并不会把成功藏在怀中，我们要让全天下都能享受到中国崛起带来的红利，这才是某些国家永远做不到的事情。如今，中国已经打造出来了一个安宁的东南亚，相信未来还可以将这份安宁带到其他地方，届时势必会让世界走进一个新的纪元。